在2024年1月14日，继2号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亚速海附近误击自己的一架苏35之后，空天军似乎又发生一起恶性的误击事件。在14日晚，分别属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多个电报频道都报道了隶属于俄罗斯空天军的一架 A50 预警机和一架伊尔 2M 空中指挥机在亚速海上空被己方火力击中的新闻。据称 ，A50 预警机被当场击落，而伊尔 2M 则迫降在了俄罗斯基地。虽然目前已经能确定俄罗斯确实战损了这2架飞机，但是具体是哪方所为，还依然是一个谜团。乌克兰方面的一些信源声称此举是乌军所为，而俄罗斯方面的信源则坚称此次的战机损失和2号一样，纯属误击。但是有一些私人信源来找火力军，并且讨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有趣原因。本期视频为独家观点视频，火力军带大家一起来详细聊聊俄罗斯这次损失2架高技术飞机背后一些诡异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这2架飞机确实是被乌军击毁的可能性。虽然乌克兰国防部在他们的 X 官方频道并没有说明这2架飞机到底是何人击落，但是火力军认为，虽然这2架飞机被俄军自己误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依然不能否认这2架飞机是被乌军击落，然后俄军撒谎来维持士气的情况。毕竟早在所谓1小时22分钟攻势时，俄罗斯国防部就已经有谎话成篇的先见之明。那么如果是乌克兰击落了这2架飞机，那么到底是以什么手段击落的呢？这要分为防空和战机2个方面来讨论。首先是防空方面，俄罗斯出动 A50 和伊尔 2M 这对组合是一种典型的预警机加空中指挥的组合。一般来说，这种双驾马车，一台负责对空警戒和空中指挥，另外一台负责情报搜集和对地指挥。他们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维持空天军的战机在亚速海对面的乌克兰控制区来进行空中打击以及防空巡逻等任务时，能够获得足够的空情情报和电子压制的支援，是维持空天军对乌克兰南部空域控制权的有力保障。同时，伊尔22也承担着对地指挥的重要任务，是飞行的指挥所。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乌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第一个可能就是这2架飞机是乌克兰的防空部队击落的。通过对爱国者部署在俄乌交战线附近的隐蔽待机等地面早期预警雷达捕捉到2架支援飞机的信号之后，导弹发射器就撤掉伪装，火控雷达开机，通过突然伏击的方式让2架支援飞机猝不及防，甚至无法规避就被击落。在这个问题中，距离肯定是主要的因素，因为乌克兰现在装备了2种爱国者导弹，PAC-2 的对空中目标射程约为90千米， PAC-3 的对空中目标射程约为120到150千米。这个距离乍一看很长，但是在乌克兰南部到亚速海，这个距离会变得非常短。由于23年南部战线上俄军的推进，所以现在乌军装备的 PAC-2 根本无法在乌克兰控制区内够到亚速海上空的俄军预警机。所以如果真的是地面防空部队干的，那么只可能是乌军精锐的爱国者 PAC-3 部队。当然，根据图示，即使我们按爱国者 PAC-3 对空120到150千米的射程来算，俄罗斯预警机也必须非常靠近亚速海北岸才能进入 PAC 导弹的最大射程。很明显，俄罗斯飞行员不可能这么蠢，把自己送进空导弹射程。所以，如果我们的 PAC-3 击落预警机的假设成立，那么俄罗斯飞行员必须有冒险靠近亚速海北岸的理由。当然，这个理由并非没有，那就是实际上 A50 预警机的性能。虽然俄罗斯官方宣称 A50 预计估计对空探测距离号称有400千米，但是这个是一个宣称的理论数值。实际上，由于战场上复杂的电子情况，这个探测距离只会变得更小。这是因为地面单位可以通过电子对抗和遮蔽手段来为自己的单位头顶支起一道看不见的电磁屏障，从而削减空中单位，尤其是预警机的探测距离。再加上 A50 实际上是80年代的老飞机，它遇上新的电子对抗技术之后，探测距离只会进一步缩水。所以问题由此出现，那就是 A50 不得不更靠近亚速海北岸，才能监视到更多的空情。要知道 A50 和伊尔 2M 编组正常情况只可能有这么2种情况，
要么是伊尔 2M 需要预警机的保驾护航，要么预警机是需要伊尔 2M 的通信中继向后通联。而恰好这两种情况都能反映出在亚速海北岸 A50 的探测因为乌军的电子对抗而被反制的可能性。即因为乌军的电子对抗措施 ，A50 的探测距离缩短，所以需要前出靠近亚速海北岸。但是这个时候 ，A50 的机载通信就无法向亚速海南部的空天军战机或者是亚速海南岸的俄军基地进行通联。于是就带上伊尔 2M， 在保障伊尔 2M 空中安全的同时，也给自己的通信信号通过伊尔 2M 的设备进行中继。所以，这两架飞机的编组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乌克兰防空部队的火力网，被埋伏的爱国者 PAC-3 当场枪毙。当然，如果以爱国者 PAC-3 的装药量，如果是他出手，那么伊尔 2M 也不会有踉踉跄跄逃回去的可能性。根据伊尔 2M 逃回去之后，相关人士所拍摄的画面显示，这架飞机的后半部分像被一杆霰弹枪射击一样，密密麻麻全是空洞。这很明显是对空的破片战斗部导弹才能造成的损伤。而对于爱国者 PAC-3 这种需要拦截弹道导弹的防空导弹来说，它的破片应该是大质量的，才可以有效摧毁弹道导弹弹体。当它打在飞机上的时候，一定会打出来大洞，而不是像图片看上去的密密麻麻的海绵洞。所以这也就引申出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被乌军战斗机部队针对的可能性。在之前的视频中，火力军认为俄军在2023年年末接连损失数架苏34鸭嘴兽，实施击杀的并非爱国者，而有极大的可能是乌军已经接装的 F-16 Block 15 MLU。如果按本频道去年的推算来讲，综合现在的情报，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就呼之欲出，就是乌克兰空军的 F-16 携带导弹对俄军预警机进行了围猎。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 A50 预警机即使在下，维持200千米的对空探测距离也是 OK 的。但是由于乌克兰总司令扎卢日内的发言，他确认了 A50 和伊尔22的击杀是由战斗机部队完成的，所以本频道不得不考虑，如果扎卢日内的发言属实，那么究竟何种战机才能完成此次击杀？首先肯定要排除乌克兰自己的苏27和米格29，因为这些战机都是苏联时期的老货。米格29自不必说，作为一款前线战斗机，短腿和瞎眼是它最好的代名词。那乌克兰自己改装的苏27，也就是苏 27M1， 它拥有更大的雷达和更新的导航系统，它可以胜任猎杀 A50 的任务吗？火力军的回答是想都不要想。虽然苏 27M1 勉强够到了俄罗斯自用版本的航电性能的门槛，它的雷达足以支持它猎杀 A50， 但是它却没有好的弹药。乌克兰空军的苏27依然在使用苏联解体时留下的半主动雷达制导的 R27 中距离空空导弹，这是一种类似于美军 AM7 麻雀的中距弹。使用它射击 A50， 苏 27M1 就必须使用雷达，在导弹飞行过程中时时刻刻照射 A50。这个时候 A50 的 AWR 就会提示飞行员导弹来袭， A50 就会引导其他战机射击苏 27M1， 迫使它放弃对导弹的引导。同时 A50 也可以使用电子干扰手段切断 R27 的数据链传输，直接让雷达引导失效。所以使用苏 27M1 和 R27 来对抗 A50 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火力军认为击落 A50 并击升伊尔22的有且只有 F-16 和 AM120 的搭配。如果说在当初的视频中，火力军还不确定乌空军是否和 F-16 一起接装了配套的 AM120 的话，那么现在如果扎卢日内的发言属实，那么乌空军可以完成猎杀任务的只有 F-16 搭配的 AM120， 这是因为 AM120 的最新型号 AM120C7， 根据多方信源，其最大射程约为100到105千米，这个最大射程在对抗战斗机这种灵活小目标时会大大缩水。因为导弹的火箭发动机工作时间非常短，在将导弹助推到最大速度之后，火箭发动机就会因为燃料不足而起火。这个时候导弹就是完全依靠自身储能来无动力飞行，所以战斗机可以通过机动消耗导弹的能量，从而规避导弹。但是诸如 A50、伊尔 2M 这样的亚音速大型目标，在 AM120 的引导头面前，如同待宰的侏罗一样笨重。这可以使 AM120 的射程得以发挥到极致，也就是理论上的最大105千米射程。
同时，由于战机是一个空中发射平台，所以对比起地面的防空导弹来说，从空中发射的空对空基本不需要爬升，因此导弹可以留存相当一部分能量用来追击目标，这也是使用战斗机制空比地面防空高效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使用 F-16 Block 15 MLU 搭配 AM-120C7 来猎杀俄罗斯 A-50 和伊尔-22是完全可行的。让我们将乌克兰官方发布的2架飞机被伏击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再将 AM-120C7 最大105千米的射程带入地图，我们就不难发现，如果空军猎杀的说法成立的前提下，那么乌军的 F-16 实际上是在黑海北岸的俄战区上空发射的导弹。所以根据这个信息，火力军推测，如果乌克兰真的使用 F-16 进行猎杀，那么乌军将使用超低空突防的战术，从而规避俄战区的野战防空雷达的探测，也规避俄军在克里米亚部署的 S-300 和 S-400 远距离防空导弹的射击包线。由于使用了超低空突防， F-16 的信号将被屏蔽在地面杂波中。这个时候，乌军的电子对抗部队会加以配合，用电子干扰手段对 A-50 的雷达探测进行干扰，进一步掩护 F-16 的行动。在 F-16 到达亚速海海岸沿线时，由于地面杂波提供的隐蔽消失， F-16 机群将会突然跃升至高空，对 A-50 进行短暂探测。被 AM-120C7 装填射击参数后，就会打出全部挂载的导弹，对 A-50 和伊尔-22进行齐射。按照 AM-120C7 最大5马赫的飞行速度，根据火力军的计算，从开火到命中留给 A-50 的反应时间不会超过2分钟。对于 AM-120C7 这种先进的主动雷达空控导弹来说，预警机自身搭载的被动防御措施，也就是干扰波条，会被 120M 自己的制导雷达所过滤。所以也就是说，在 F-16 跃升攻击的一瞬间， A-50 被击落就已成定局。以至于为什么伊尔 2M 只是被击伤，机尾被打出海绵状的孔洞，火力军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伊尔 2M 恰好处于 A-50 后方10几公里的位置， AM-120C7 最大射击包线的外围，再加上 RWR 的锁定提示一响的时候，可能伊尔 2M 就已经掉头向后飞远。所以在这个距离上引爆的 AM-120 战斗部，由于破片质量较小，很快损失了速度，只像一支霰弹枪一样打穿了伊尔 2M 的蒙皮，而无法切割伊尔 2M 的主体结构，因此才让伊尔 2M 侥幸逃了回去，而不是被当场击落。被俄军自己误击。如果说乌军击落 A-50 属实的话，那么这是一场计划精密的脑力、体力和科技的空中博弈。可如果 A-50 真的是被俄军自己击落，那么这将是一场万分整蛊的空中闹剧。但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接下来，火力军要给各位揭示从来没有任何媒体提到过的俄军内情。这件事情太过离谱，以至于火力军刚看见相关资料时都难以确信。但是种种迹象都表明，如果俄军真的误击，那么这将是整件事情的唯一真相。各位点个关注，我们接着往下看。由于整件事情过于复杂，所以烦请各位一定要跟好火力军的思路，才能弄明白这件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在一开始，苏联还没解体的时候，苏联的空军实际上是分为国土防空军和前线空军2个部分。同时，由于苏联对于整体工程相当迷信，所以苏军工程师创造了很多的自动指挥系统。比如国土防空军就有空气1，用来指挥米格31和防空导弹来截击入侵苏联国境线的目标。陆军则有机动战役指挥系统，用来把陆军的炮兵、导弹、防化、工程、防空等技术兵种整合进一套系统。虽然苏联一直在努力为这些系统做兼容，但是大规模普及自动化指挥系统时，苏联也到了风雨飘摇的80年代末期。等到了解体前，苏军也没能完成一套理想化的通用指挥系统，更遑论将之前各军兵种之间的自动指挥系统整合了。当然，等到了苏联解体，这个烂摊子也没有人关心了。但是这却埋下了定时炸弹。等到了后面，苏联解体，国土防空军和前线空军就变成了俄罗斯空军。而等到了2015年空军改革，俄罗斯空军就被改组为空天军。2次空军的改动切实地暴露出很多问题。就比如，为了精简空军规模，原先隶属于国土防空军的防空导弹部队被重新划归陆军管辖，这样就导致了全新的问题，那就是陆军和国土防空军的系统不完全兼容，而这种不兼容也包含在诸多方面，包括陆军野战防空和国土防空军的要地防空，
前线空军和国土防空军战机的相互配合和联络等，都或多或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时候这些影响还不足以致命。随着空天军改组，俄罗斯军费逐渐回暖，所以俄罗斯新一代的战斗机苏-57被成功研发。为了让它成为一种真正的五代机，俄罗斯为它配发了一种被称为 S111 的数据链系统。据塔斯社的宣传称，这套系统包含了通信和数据传输，用来对标竞争对手及洛马的 F-35。它也可以和 F-35 一样，和其他的飞机、地面站和控制节点进行通话或者数据交换。是不是 S111 看起来很美好？但是这是个全新的数据链系统。别忘了，那些苏联时期生产的飞机以及还在用苏联技术的飞机根本没有使用 S111 的设备。而还在使用晶体管技术的俄空天军现役战机也根本无法兼容芯片时代的 S111， 所以这个时候苏-57就出现了和 F-22 一样的窘境。F-22 的 IFDL 由于过于加密，所以无法使用 Link 16和 Link 16加，所以 F-22 机群和其他战机配合时就必须安排一个翻译官，那就是携带有利爪仇恨吊舱的 F-15来将 IFDL 数据链编码翻译成 Link 16格式，才能让其他战机听懂 F-22 的数据链。这个情况换到苏-57身上也一样，但是空天军的军费捉襟见肘，显然不可能花和美国人一样多的钱搞一个山寨版利爪仇恨吊舱出来，所以俄罗斯人就决定把 S111 彻底搞下去。根据一些信源的宣称，未来的 S111 可以用于空天军的任何飞机，包括直升机、军用运输机、喷气式战斗机和前线航空飞机，以及远程飞机和无人机。总的来说，俄罗斯要弄一个全部通用的数据链，这个计划比美国人宏大得多。当然，这个宏大的计划需要脚踏实地的执行，因为现在俄罗斯空天军的数据链非常庞杂。就比如说苏-27和米格-31用的基本是老旧的 TKS-2 或者改进型的 TKS-2M， 性能基本相当于美军的 Link 4A。而比较先进的苏-35则使用山寨版 Link 16及 S1071， 而苏-57又是使用的对标美军 IFDL 的 S111。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让这些东西通联起来，不各自为战呢？俄军的想法是搞不起类似于利爪仇恨的硬件，就在各机上装软件，通过编译和传输各数据链的编码，让各机都能听懂对方在讲什么，先这样凑合着用，等回头有钱了再统一换成 S111。好了，现在问题来了，负责开发编译软件的程序员们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代码库。如果让火力军来形容，这个代码库就是一坨从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屎山。想必只要是玩俄罗斯人开发的游戏，比如 Wargaming 或者是 Gaijin 游戏的观众，听到这儿都能会心一笑。没错，你们已经体验到了东欧人所写的屎山代码库到底能有多可怕。现在空天军要从这坨代码库里把能用的部分摘出来。当我们把这个情况带入俄罗斯糟糕的软件工程水平，想必各位能知道这个所谓的编译软件里究竟有多少 bug。 但这还并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最后一根稻草是战机的 IFF， 也就是敌我识别应答。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敌我识别发射机向目标飞机拼一个信号，如果目标飞机回应，那么就是有机；如果目标飞机不回应或者回应错误，就是敌机。当然，在实际使用中，由于电磁环境复杂，所以 IFF 应答机工作范围有限，再加上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有角度和遮挡问题，所以在实战中，即使有多次询问应答，也不一定能100%确定敌我。所以现代空战中基本上是使用数据链来确定敌我。听到这儿，可能已经有听懂的观众嘴角的笑意已经压不住了。没错，一个在屎山代码库上构成的编译软件，要怎么确保数据链的稳定沟通？那既然数据链不能稳定沟通，又如何确认敌我？所以，如果俄军真的击落了自己的战机，那么这个故事应该是这样的：俄罗斯在1月2日将一架换装了 S111 数据链的苏-35测试机在克里米亚地区进行试飞。试飞路线大致是亚速海上飞一圈，以测试数据链可靠性。但是由于 S111 是一个附带了加密通话系统的数据链，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带有 S111 系统的飞机能确认到它的信号。位于克里米亚克拉斯诺佩科列普斯克的 S400 防空导弹部队，在发现雷达上出现光点之后，关键时刻数据链失效了，
因为它需要转移这台以前是隶属于空军，现在属于陆军，并没有重新编译控制软件的 S-400导弹的火控雷达系统。在军种的转换和空地的沟通中，任何一个 bug 都会导致数据链失效，所以他们无法通过数据链判定这架飞机到底是友机还是敌机，也无法通过 IFF 信号确认是友军，所以他们向这架苏35开火，并且取得了命中。这架飞机最终迫降在了梅利托波尔附近的军用机场。当然，故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在14日，两架参与实战 CAP 巡逻测试的苏57离地升空，他们携带有对标 AM120 的 277主动雷达中继弹。在巡逻中，他们突然发现亚速海上空突然凭空冒出了2个不被识别为友军的目标。IFF 天线拼了几次也没有回应，于是飞行员们通过 S111 来呼叫不明身份飞机，但是没有得到应答。当然，此时在上帝视角的我们都能知道 S111 是加密通讯系统，鬼知道那个转译软件又出了什么 bug。 或许 A50 和 E2M 听到了这个呼叫，但是因为加密格式不同，他们只能接收，无法回应。但是别忘了，亚速海上空是战场，2个大型亚音速目标可能代表飞机，也可能是巡航导弹。雷达只会告诉你这儿有个东西，不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留给苏57飞行员的决策时间可能仅仅只有10几秒，所以他们对目标发射了277，并且拿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5代机击毁战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5代机击伤战果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5代机友军误击战果。当然，鉴于俄罗斯陆军防空单位的无能，这个故事或许无关苏57，而是可以更简单点。那就是 A50 和 E222 在正常执行任务，但是数据链转译系统出现了问题，他们丢失和地面控制站以及基地的联络。当然，如果放在平时，这根本不会是问题。但是别忘了那个前提，亚速海不是俄罗斯的内海，是战区。俄罗斯防空部队突然发现他们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2个未知的光点，数据链不显示为友军， IFF 无应答，那么这极有可能就是乌军发射的亚音速巡航导弹。所以转入拦截模式的防空部队按照标准拦截流程向目标发射了导弹。 S300 或者 S400 的高装药下， A50 在半空被当场炸穿，而或许 E2M 自带的电子对抗在对抗俄制防空导弹这种又傻又笨的目标上终于发挥了作用，通过诱骗让导弹偏离目标，从而自爆。但是由于距离太近， E2M 来不及规避，爆炸的破片球状展开，击穿了 E2M 的蒙皮，但好在没有进一步造成结构损伤，于是 E2M 拖着残躯勉强迫降，而俄罗斯防空部队则分别拿下了第5个友军击杀和第1个友军击伤。在以上2种俄罗斯误击自己飞机的推论中，如果说第一种尚且是 S11 系统的缺陷所造成的天灾，那第2种就完全是训练水平低下和神经绷紧所产生的人祸。虽然乍一听起来火力军对于俄罗斯误击自己飞机的推论有些离谱，但是请各位观众不要忘了，现实是没有逻辑可言的，并且俄军也确实在一次次刷新着人们认知的下限。从1小时22分钟的谎言破裂到莫斯科号不明不白战沉，从导弹袭城但偏离目标40-50米的恼羞成怒，到进攻路上打一路丢一路的啼笑皆非，似乎俄军离他们所谓的胜利越来越远了。而下次他们又能做出什么刷新人们三观或者底线的事情，那估计连老天和普京都不会知道吧。好了，这就是火力军对于俄罗斯预警机和指挥机被击落的全部分析。如果您也有自己的看法，或者对视频内容有所补充，欢迎发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视频见。